月呢，我刚做了一期关于 Win10掌机的视频。其实当时呢，我对我手上的3台掌机都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。但是阿雅的尾巴大叔突然联系上我，跟我说他觉得我的那期视频做的还挺客观的，所以说他想要给我体验一下他们最新的掌机。为什么每次开？请戴上手套，打开 Nest 盒子，太有仪式感了吧！这竟然是个亚克力的盒子，这个是一个纪念名牌，上面有我的名字耶，嘿嘿，底下应该就是咱们机器的本体啦。这个后面居然也印了我的名字哎。的 Aya Neo 上手，说实话啊，就感觉挺普通的，少了1号本的那种很大很酷的感觉。但是最后我经常抱在床上玩的还是 Aya Neo， 原因也很简单啊，那就是1号本实在是太重了，再加上 Aya 做了一个游戏机的界面，调设置啊什么的确实也比较方便。不过最近啊，我也听说了1号本也出了一个 mini 型号，而且已经在做游戏机界面了，卷起来了。Aya 的前2代呢，在外观上的变化其实并不大，依旧保持原本平板的设计，但是这代的整个外观是重新设计过了。大家直接看这个外观的话，满分10分，你觉得能打几分呢？正面它改成了这种金属质感的外观，但是这个肯定不是金属啦，掌机本身就已经够重了，所以说这是一种利用喷涂工艺的类金属材质，在光线下面就很有质感。原本上一代正面的按键啊就特别的多，一边4个，加起来就是8个。除了必要的游戏左右菜单键，这里还有 Escape 键盘、任务管理器、Windows 键，这里还有一个键呢，它连盒子里面都没有写。现在直接简化成了左右各2个，整个机器有了一个握持的弧度，而且这个扳机真的大了很多。你们看，甚至对比一下 PS5 的手柄和 Xbox 的手柄，扳机都要明显大很多。这里呢，再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线性扳机。据官方说啊，这次的扳机和摇杆都用了霍尔电磁技术，听起来有点玄奥，其实就是不接触，部件之间不接触，理论上就不会造成摇杆的漂移。摇杆漂移这么一个大半年，咱也测不出来是吧？但是这个摇杆好用，是真的好用。你想让一个摇杆舒服嘛，它的角度就得大。正常的话，因为体积的限制，掌机上的摇杆角度都很小，而这个 Next 的这个摇杆的角度已经和游戏手柄差不多了，这个提升确实很大。这里呢，也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摇杆的线性。然后这个手柄的摇杆竟然是可以替换的，只不过稍微需要用一点力，拔不下来，可能需要用到1.5切的力气。不过呢，整体的手感跟这些手柄肯定是没法比的，毕竟这和手柄上的这些按键的大小，还有里面的震动马达都不是一个大小等级的。接下来就是性能测试环节。为了让大家有概念，先来欺负一下同为掌机的 Switch 好了，拿一个 Switch 和 Aya 上面都能运行的游戏 Apex 来测试一下。Switch 576P 最高30帧 ，Nest 上开全低画面还是比 Switch 上好很多的，帧数大概是靶场65帧，跳伞落地55帧。上一代的 Aya 散热就是很优秀的，风扇在高功率下噪音是有的，但是还是能接受的。握持的位置不会有明显的升温，也不会烫脚。先来测试几个比较有压力的游戏。全低特效 Kena 帧数分辨率全开38帧左右，渲染分辨率降到75%，可以流畅55帧。死亡搁浅39帧，不过好在这个游戏比较慢节奏，我觉得是很适合在掌机上玩的游戏了。我当时通关就有1半的时间都是用掌机玩的。赛博朋克2077就已经要搞不定了，全低特效35帧左右，还是个第一人称游戏，这个帧数就已经是不能接受的了。那咱们再来推荐几个体验很好，而且游戏本身很适合掌机游玩，在 Switch 上还玩不到的游戏啦。怪物猎人世界全程60帧拉满，非常流畅。假如调至全高画质35帧左右，地平线上一代就可以全程拉满，现在调到全高画质可以跑到50帧。上班被折磨，晚上回到家接着被折磨。只狼这一代可以稳定在55以上。运行这些游戏功耗会在25瓦左右，续航时间并不长，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。如果你玩的游戏不是那么吃性能，功耗就可以控制的好很多。比如哈迪斯这种2D 游戏，5瓦也能玩，5瓦功耗，关掉 WiFi 蓝牙，大概能玩4到6个小时。而且这个月 PC 解禁最强游戏阵容，说不定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怪物猎人 Rise PC 已经解禁了，再过1-2天，战神 PC 版也解禁了。
我个人的游戏倾向也不一定是要玩什么3A 大作 ，Steam 和 XGP 里面还是有很多好玩的独立游戏的，这些游戏生态都是打通的，云端存档同步也还算比较稳定。所以如果我有一台 Windows 掌机 ，Switch 和 Steam 都有的游戏，我肯定更愿意买在 Steam 上。现在厂家们解决这些掌机上面一大堆的系统问题，基本上就是2条路，一条路呢就是走完全定制系统，目前就只有将来发售的 Steam Deck， 另一条呢就是走优化路线。AYA管他们的这个游戏机界面叫做 AYA Space， 主页最明显的功能就是可以快速的打开游戏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打开游戏的功能其实就还行。其实用 Steam 开游戏也挺方便的，现在这些 Win 式掌机基本上都有做摇杆的映射，在 Steam 里面的支持都挺不错的。这次还新加了一个默认的快捷手势操作，截图、任务管理器、键盘开关这些都可以用手势来打开。最好用的功能还是这个侧边栏，这里可以调亮度啊、声音、功耗等等。要知道，正常的 Windows 要调亮度的话，你得进 Windows 设置显示。功耗限制呢，就更是不好具体去调节了。你说 Windows 上什么高性能、节能调完之后有多少区别，咱也不知道。这里就可以实时显示功耗，这些都是软件上的调教嘛，对吧？AYA他们呢还做了一个指纹电源键，其他掌机上一般是按下电源点亮，再按指纹识别。Windows 嘛很正常，这个是轻按一下识别，顺带点亮。我还很好奇这是怎么实现的。AYA说他们单独定制的一个微软认证的小模块，还可以，小细节。今年也是 Win 式掌机特别重要的一年，大家期待已久的 Steam Deck 终于要出了，可以说它将成为性能掌机最具代表性的产品。这里咱们就来大胆的预测一下，硬件上面呢 ，Steam Deck 我没有摸过实机，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手感重量如何。这块定制处理器现在看起来确实很是强悍，Zen 2加上 RDNA 2，秒天秒地。但是今年晚些时候 Ryzen 6000系列出来，搭载的也是 RDNA 2的集成显卡，据说用的还是更强的 Zen 3加的架构。到时候也未必打得过 Win 掌机阵营。不能再说了，软件上面 Steam OS 走定制化的路线，这是肯定的。而且据说它会在 Steam 里面标注出官方测试的是否兼容的游戏，这些确实都会在玩家的游戏体验上有很大的提升。但是定制的最大问题就是 Steam OS 是基于 Linux 做的，但是并不是所有 Windows 的游戏都支持在 Linux 运行。大家熟知的那些大作基本上都是能运行的，但是有些小伙伴喜欢拿掌机玩那些奇奇怪怪的游戏啊，对吧？那这些就很难完全适配了。即使是 Steam Deck 做的兼容，效果也不敢保证，所以游戏阵容会大砍一刀，那是肯定的。目前也还不确定 Epic 和 XGP 是否支持。那么这样看来 ，Win 式掌机和 Steam Deck 变成了一个选择题，开放的 Windows 系统和定制的 Steam Deck， 小伙伴们会怎么选呢？AYA Neo Next 有什么缺点吗？我觉得目前的缺点属于这个形态的机器都共有的缺点。Windows 掌机首先就是重量的问题，有些小伙伴420克的 Switch 都嫌重，那更何况是711克或者是831克呢？其次是这个售价，我觉得这代 Next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，那估计卖的也不会比上一代便宜。如果对于当年学生党的我来说，一台游戏机6999和7999，甚至是9999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，因为我都买不起，所以也不难理解 Win 式掌机能卖到几万台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销量了。Switch 销量是按千万来算的。公正的来说，假如你要挑选一台唯一的游戏设备 ，Windows 掌机并不合适，性价比高的选择太多了。那你为什么会买一台 Windows 游戏机呢？我很喜欢任天堂游戏设计，但是你说说我这里1T 2500速的 SSD， 再看看我的 Switch， 10几个游戏机，一张100G 的 SD 卡，速度最高100M每秒。你可能并没有整块的时间留给游戏，没办法坐在电脑前玩游戏。你很多时候其实不希望玩30帧的游戏，你宁愿牺牲一点画质，但是 Switch 没有这个选项，也没有这个性能。你也有可能在 Steam 里面有很多我都花钱买了，凭什么还要我花时间玩的游戏？医保里也有你凭实力白嫖来就没有打开过的游戏。甚至我有朋友跟我说，他喜欢玩的游戏屏幕太大，羞羞。你講嘅呢個朋友到底係咪你自己？目前 Windows 掌机对于国内消费市场来说，确实还是价格偏高。AYA有大部分的机器也是卖往海外的，销量确实也还不错。现在高端的电子消费产品迈向更有消费力的海外，确实也是一条商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咬定国内做电子产品就一定做不过国外厂商。国内现在做产品真的太卷了。总之，希望国内各个厂商能够继续卷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